有一天真的那会对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都会有非常大的冲击，导致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今天就给大家探讨一下，我们现在处在股票市场的周期的哪一个地方，未来的18个月大约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令我对未来18个月的股票市场的方向有新的想法，所以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未来股票市场可能会走的一些方向。那最近真的是发生好多的事情，比如说去美元化，比如说银行危机，而美国的 M2 增长是出现了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负增长，美联储在现在还不断的加息，通胀又死灰复燃，而最让人担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台海的情况，使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担忧美国和中国最终会发生战争。那战争会不会发生呢？对股票市场又有什么影响？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做好准备，保障自己的财产呢？所以今天很多的内容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一定会收获满满。大家好，我是788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会第一时间看到我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咯。那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才能够把事情看得清晰。股票市场的周期其实有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而一般来说人家看不到的还有一个超级长周期。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短周期，每天都会有新闻或者事件的发生，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可能是我们预测不到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所以我觉得要知道短期股票市场波动的方向是比较难的。有些人把股票市场短期的波动形容为一个醉翁，它是随机的漫步华尔街的，所以有一本著名的书叫 Random Walk Down the Wall Street， 就是讲短期之内根本是无法可以去预测股票市场的方向。但是到了中期的话，其实股票市场里面的股民的情绪不断的徘徊在过分的悲观和过分的乐观。有一个比喻，股票市场的价值就像一个主人，股票市场的价格就像一只狗，那只狗有时候会走在主人的前面，有时候会走在主人的后面，但是那只狗不会走得太远，就在主人的前后徘徊。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选股5部曲的第4和第5步，用一些技术指标来观察，做到低买高估。但是这个低买高估能赚到的钱也不算太多，所以我们再推到前面的话，第1步看的是整个牛熊周期，而这个牛熊周期一般来说就是长周期。影响长周期的是经济的循环，而影响经济的循环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货币政策。所以现在美联储不断的在缩表，收紧货币供应，加息，再加上银行出现危机之后，货币的供应迅速的收紧，这使到我们可以预测美国的经济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衰退，甚至有可能是大萧条。所以经济这个周期从繁荣到放缓衰退到萧条再到复苏，就像春夏秋冬4个季节一样，有4个不同的阶段。而股票市场因为是前瞻性的，投资者因为有预测未来经济的走向，所以一般来说股票市场是走在经济周期之前3到6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处在的这个经济周期是在经济的放缓期，还没有到衰退，但是在放缓。在这个时候，美国的货币供应还是在紧缩，因为之前的繁荣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速，所以它需要用一个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所以这个经济周期正在从繁荣放缓迈向
向衰退。那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呢，它的周期是走在美国的前面，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是经济到了一个非常低的谷底，现在是在一个复苏期。第一个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是 4.5%， 是高于市场的预测，而中国的出口也涨了 14.5%。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通胀又是很低，在 0.7 左右，使到中国的货币政策可以继续的宽松。有些人觉得这么低的通胀是代表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其实在经济周期复苏的时候，通胀是滞后的，所以它的通胀还是因为之前经济非常低迷的时候那么低。不看这个滞后的效果，就觉得中国通胀这么低，可能是它的经济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个滞后的效果的话，中国经济现在是有一个强劲的复苏，我们不应该用中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它低的通胀来觉得中国的经济是出了问题。当然，投资者很容易有了自己的立场，看好某一个事情就会去找好的信息来解释，不看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就会找不好的东西来解释，这叫 conformative bias。 我们做投资要非常小心，要做到尽量的客观，而不是有自己的偏见去影响我们观察到的事情。那美国现在因为货币政策还在紧缩，就像我1年前说的，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当时我就看到美联储的缩表是真正导致未来股票市场下跌和经济放缓的大的原因，因为资金抽走了之后，会使到国债的收益率上升，股票市场的折现率上升，而股票市场应该要跌下来，而且长远的高息环境会放缓人们的消费，特别是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消费，导致整个经济来放缓。1年半之后再回看这个预测，最新美国公布的 GDP 增长是 1.1%， 比预期的 2% 要低很多。那美国的经济是不是正在进入衰退呢？真的好像是看着一个剧本一样，一个一个发生了。缩表使到收益率上涨，收益率上涨使到银行所投资的美国国债出现了亏损，导致一些美国的小银行出现了挤兑，而发生了银行危机之后，很多的美国个人和企业从银行里面把存款抽走，而银行对放贷也更谨慎，这都是导致货币紧缩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公布的 M2 数据，我们看到是1929年以来最严峻的收缩。那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现在美股没有跌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些个人和企业从银行里把钱拿出来了，他们把这些钱放在哪里呢？不可能放在家里，放在家里会被人家偷，特别是公司的话，也不可能放在办公室，他们一定要找地方去投放。所以我们看一下，包括虚拟货币，包括美国的股市，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都涨了不少，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资金是从银行里面提取了之后，进入了这些不同的市场，而真金白银这些贵金属也在这一段时间涨了不少。所有这些现象其实都是一个长周期信贷周期里面的一个自然合理的现象。而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次是到了一个超级长周期的一个拐点，这一个超级长周期，一个周期可能需要75到100年。Ray Dalio 最近写了一本书叫 Changing World Order， 他就是看了过去人类500年当中帝国的兴衰，总结出来这一个超级长周期。一般我们普通人生命有限，看不到这个超级长周期的宏观的视野，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历史。而 Ray Dalio 做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doing us a very good service， 他是
看了过去500年帝国兴衰总结出来的一个超级长周期，所以我们套用了这个超级长周期的框架来看看美国在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做了世界的老大，它的美元也做了世界的货币，全世界用了美元，就使到美元成为全世界最抢手的值钱的产品。美国只需要印钞票就可以买全世界的货品和服务了。当然，在金本位的制度下，这个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背后是不够黄金去支持更多的美元的，所以到了1971年，美国就放弃了金本位，美元背后是没有东西去支持，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印很多的美元供应给全世界。同时，它也享受了在全世界进口，使到它的贸易赤字年年增加，而全世界出口给了美国之后，赚了美元的外汇又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他们又回去买美国的国债，给到美元债券充裕的资金，使到美元债券的收益率不断的下降，有了低成本的资本，政府就开心了。特别在美国，总统是要选民的选票的，如果派发更多的福利，降低税项，会使到一个总统更加 popular， 更加受欢迎。我们看，从 Ronald Reagan 开始，美国的财政赤字就不断的增加，到了最近，美国的政府的债又到了天花板，又需要回去国会批准，把它的债务的上限再往上提，到了其中一个拐点了。那未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债务上限又会是大家的关注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市场已经有恐慌，美国的信用违约掉期已经是涨到了2011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市场觉得美国违约的机会不是零，真的有可能美国会违约。如果美国政府违约的话，这也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个大地震。那这次我们要特意留意的就是，美国现在又进入了下一届总统的选举的前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会不会利用这一次的机会给拜登政府出难题，使到下一年的选举的时候，如果美国经济出了大的问题的话，拜登连任的机会就会降低了。就像特朗普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美国经济的下滑，使得他连任失败。那这次债务的上限不是自动的一定的会提高，之前其实每一年都有这个动作，到最后都得到了通过。Oh, I see。那有了便宜的资金，可以花多点钱，有贸易的赤字，有财政的赤字，但是累积了几十年之后，这个债也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了。这就是其中一个使到超级长周期不可能永远的涨上去，中间如果有一些波折的话，甚至是延迟通过的话，对投资市场又会带来多少的震荡呢？美国是享受了美元霸权这个特权，它可以靠进口买便宜的货，所以它的工作慢慢的流失到了其他的新兴的国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工作是流到了日本，当时美国和日本也发生了许多的贸易的摩擦。当然，日本的经济完全是美国启动的，当时也受着美军的保护，跟美国的谈判当中是完全没有议价能力的。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就不断的涨了比原先日本想日元升值的幅度要远远的多。日本的央行在1985年到1989年开始是推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能够放缓日元的升势，但是这个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到日本的楼市和日本的股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超级的大泡沫。而看到这个事情开始失控了之后，日本的央行在1989年开始紧缩，到了1991年，日本的泡沫是完全的
爆破，也开始了日本的迷失30年。那为什么日本在这30年不能够复苏呢？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日元涨上去之后，日本的生产成本太贵了，很多日本的生产是到了韩国、台湾和亚洲的其他国家，最终当然也到了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从1992年开始，慢慢的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从1992年到2017年，是中国顺风的最美好的时候，创造了比之前70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更奇迹的中国奇迹。但是跟80年代的日本一样，到了2015、16、17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已经到了全世界的第2，美国感觉到受到中国的威胁了。而跟日本不一样，中国比日本人口更多，地方更大，而且不听美国的话。当时中国也看到完全的依赖美元也不是最安全的，所以也启动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的项目，希望是在美国一国独大的世界里面创造第2个中心。当然这就触动了美国的神经，再加上选举又来了，在美国打制裁中国的牌，让美国再一次伟大，这就是政客拿选票的口号。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特朗普靠这样做到了美国总统，也开始跟中国打贸易战。那刚开始中国当然是不断的忍让，但是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发生之后，到了某一个点，中国不需要再客气了，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很多事情都被掐脖子了。再加上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中国又没有听美国的话，没有去谴责俄罗斯，没有去帮助乌克兰，所以他的阵营是跟欧美开始对立了。随着佩洛西的访台，美国一步一步的推到中国的红线，而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有很多的政客和著名的投资者都开始讲，美国和中国已经在战争的边缘了。那美国跟中国会不会打仗呢？我觉得打仗的机会要比不打仗的小，但是这个机会也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在增加。而就算不打仗，因为有打仗的这个可能性，而且逐渐在增加，所以美国对很多的生产供应链要撤出中国，去中国化，又要把许多的科技晶片等等的产品禁止出口给中国。那当然中国也会有同样的报复性的行为。所以现在我们到了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就算没有打仗，因为有这个打仗的可能性，这个全球化的供应链已经是崩溃了，我们到了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而同时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也看到美国可以用美元作为一个武器去冻结人家的外汇，所以这些国家也不想依赖一种货币美元，他们需要在美元的旁边有一个 alternative currency 第2种货币来做贸易，甚至是说投资和储备。那当然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想，人民币没有可能会取代美元，人民币的确有它很多的限制性。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货币能够取代美元，但这不代表美元作为一个世界货币的角色不会减少，这个去美元化也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去全球化和去美元化使到我们这个超级长周期已经开始从上升到了下降的轨道。巴菲特所说的他的投资成绩是基于过去50多年的 American Tailwind 美国的顺风，就是因为过去50多年全世界都在享受这个超级长周期的上升轨道。美国的顺风从82年开始一直到最近，日本的顺风是从70年代开始到了89年，中国大陆的顺风是从1992年开始到了2017年。有了这个新的框架之后，我觉得这一次的周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长周期跟着货币政策走，
10年一个周期。有了这一个超级大周期之后，我个人的预测就是未来整体的投资市场都会是经历的一个逆风，逆全球化会使到通胀更高，债券的收益率也会更高，去美元化也会使到股票市场更加的震荡。而如果打仗的可能性继续的提升的话，而去美元化也会使到美国的购买力下降。当然，有一线的希望就是全世界的生产效率 productivity 也是影响经济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随着 AI 到了它的临界点，未来 AI 的发展和应用可以使到企业更有效的去经营和增加他们的利润。现在我们一方面有去全球化、去美元化不利的逆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密切留意AI 所带来的正面的影响。而在这两股势力当中，资产会大洗牌，许多传统的投资智慧不再适用，我们需要因时制宜，密切的留意，有危就有机，我们又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又要找到投资的机会，让我们财富继续滚雪球。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一点我的投资哲学和整体的框架的话，可以在资讯栏找到选股5部曲的链接。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分享一下你对未来投资市场的看法，特别是去美元化和逆全球化，到底战争会不会来临等等，都可以发表你的意见。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记得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咯。那我们下次再见。